同志们好，欢迎来到楚楚的频道。最近这大半年，不管是打开电视新闻，还是刷手机上的社交媒体，大家肯定都被各种宏大的国际事件刷屏了。我们看到国际金价在不断的震荡中屡创新高，原油价格伴随着地缘冲突的阴云上蹿下跳。而另一边，大国之间的博弈，中东地区的战火，似乎让整个世界都笼罩在一层深深的焦虑之中。很多关注财经、关注自己手里钱袋子的朋友，肯定经常都会琢磨，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我们过去几十年习以为常的那个由美元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是不是真的要走向终结了？今天楚楚不打算跟大家聊那些浮在表面的阴谋论，也不想去复读那些千篇一律的所谓美元崩溃论。今天我们要拨开战争的硝烟，跳出那些每天都在跳动的 K 线图，去深入剖析一个主导了我们这个世界半个多世纪，但却正在发生根本性地壳运动的底层逻辑，那就是石油美元体系的真正黄昏。如果你是一个对全球宏观经济、大宗商品投资或者地缘政治感兴趣的朋友，请一定要把这期节目看到最后，因为我们即将探讨的不仅关乎国家的命运，更关乎未来10年、20年。我们每一个普通人财富的底层蓄水池在哪里？回顾这些年，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在咱们中文互联网的舆论场里，一提起石油美元这4个字，往往总会出现2种截然相反，但其实都过于简单的叙事逻辑。第一种叙事，特别喜欢把它写成一种深不可测的阴谋论，仿佛世界上一切的问题、一切的冲突，都可以归结为美国人在逼着所有人必须用美元去买石油和商品。在这种视角下，美国就像是一个无所不能的黑暗大 boss。 而第二种叙事呢，则更喜欢把它描绘成一种已经摇摇欲坠，马上就要灰飞烟灭的旧秩序，好像只要哪天中东的某个产油国突然宣布改用别的货币来结算几船原油，美元霸权就会在第二天清晨立刻土崩瓦解。楚楚想告诉大家的是，这2种看法其实都只抓住了石油美元庞大身躯的一小部分，却都严重误判了它真正的运行重心。大家静下心来仔细想一想，如果石油美元真的仅仅只是几张结算的仓单，几艘穿梭在大洋上的油轮，以及一支无比强大的航空母舰舰队，那它根本不可能在这个充满竞争的世界里统治这么久的时间。真正支撑起这个超级霸权的，从来都不是霍尔木兹海峡上每天飘过去多少桶黑色的原油，而是隐藏在海峡背后那套极其庞大、极其精密，甚至可以说是冷酷无情的资源、制造、金融回流体系。这套体系其实就是我们今天非常熟知的世界经济大分工。为了让大家更清晰地理解，楚楚把这个分工体系拆解成4个层次，大家可以对号入座，看看这个世界的财富究竟是怎么流转的。我们先来看第1层，在这一层里是广大的资源国，他们依靠出口地底下的原油、天然气、各种矿产以及地表上的粮食，来获得巨额的美元收入。但悲哀的是，这些收入中的绝大部分并没有留在他们本国变成造福子孙后代的工厂和学校，而是又转化为了对美国的金融投资。这其实就是石油美元最外面最显眼的那层壳。接着是第2层，在这一层是像中国、德国、日本这样的制造业国家，我们用辛苦赚来的美元去向第1层的资源国采购这些能源和矿产，然后开动机器生产出钢铁、机械、化工产品、电气设备、汽车、建筑材料以及琳琅满目的各类工业消费品，并且继续在全球贸易的网络中以美元进行着结算与外汇储备的安排。然后是第3层，制造业国家起早贪黑、流血流汗获得的巨额贸易顺差和财富盈余，并不会在所有的国家都顺利地转化为一套完整、健康、能够自我循环的本国资本市场。相反，这些天量的财富会大量的沉淀为国家的外汇美元储备、主权财富基金、离岸金融资产配置，以及购买所谓的全球最安全资产美国国债。最后我们来到了处于金字塔顶端的第4层，美国凭借着全球池子最深、体量最大的国债市场，凭借着最有流动性、最活跃的资本市场，凭借着由律师、会计师、
评级机构组成的最强大的法律和金融中介网络，以及自身极其巨大的国内消费内需市场，疯狂地吸收着来自全球的储蓄。它长期维持着经常账户的逆差，不断地向全世界输出债务，同时又理所当然地吸纳着全球资金的避险需求。听到这里，大家应该明白了。所以，当我们把这套极其复杂的全球财富循环体系简单地缩写成石油美元的时候，其实是不太准确的。我们不如说，这是一套由资源位置、制造位置、消费位置与金融停泊的共同交织构成的宏大美元秩序。在这套秩序里，石油当然非常重要，但它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有多么神秘，而是在于在现代工业文明的框架下，能源始终是所有经济活动最基础、最不可绕开的核心投入品。谁控制了能源的定价权，谁控制了能源盈余财富的回流路径，谁就更容易从高维度的视角去控制那些资源国和制造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卑微位置。这就是为什么在石油美元体系最辉煌、最巅峰的那个年代，美国的经济表现看上去总是像在公然违反我们普通人的常识。按照一般经济学教科书上的直觉，如果一个国家长年累月地保持着天量的贸易逆差、长期的财政赤字，并且极度依赖外部资金的融资，那么这个国家迟早会遭遇资本的大规模外逃、本国汇率的彻底崩塌，或者爆发毁灭性的主权债务危机。但是大家看看美国，它并没有发生这些。这其中的原因并不是因为美国掌握了什么魔法，违反了经济规律，而在于它极其狡猾地把自己放在了经济规律的另一端。它不是作为一个需要被资本市场严苛审判的普通债务国而存在，而是作为全球最主要储备货币的唯一发行国、全球最大安全资产的垄断供应者，以及全球流动性最终的避风港和停泊地。楚楚给大家看一组极其震撼的数据。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的官方数据显示，到了2024年末，美国的净国际投资头寸已经扩大到了令人啧舌的负 26.23 万亿美元，而它的对外负债总额更是飙升到了 62.12 万亿美元。大家试想一下，如果是任何一个正常的国家背负着这种天文数字级别的巨额外债，恐怕国内的经济早已经开始了剧烈的震荡，甚至国家都要破产重组了。但美国的魔幻之处恰恰在于，它直到今天都还没有真正被这种如山的负债所彻底压垮。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美元霸权体系最厉害、最核心的杀手锏就在于，美国能够把自己的国家债务包装成全世界所有国家、所有机构都最愿意持有的核心资产。这也就是说，美国不仅能够毫无顾忌的负债，还能以极低甚至接近零的成本去借钱负债。它不仅能极低成本的负债，它还能拿着全世界老百姓心甘情愿、低成本借给他的钱，转过头去在全球各个高增长的新兴市场进行更高收益的资产配置和收割。在过去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美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的角色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世界最大债务人，它反而更像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世界银行家。他一边通过巨大的贸易逆差源源不断地向全世界输出美元纸币，另一边又通过极其发达的华尔街金融渠道在全球赚取高额的投资收益，从而在国家的资产负债表上形成了一种近乎反常、违背直觉的黄金债务结构。但是同志们，任何建立在特权之上的体系，一旦满负荷运行到某个极点，崩溃的裂缝也就会在最深处悄然埋下。因为大家要知道，美国的这种超级特权并不是上天天然赋予的，它必须依赖几个极其苛刻的前提条件在同一时间完美成立。首先，资源国必须老老实实的持续输出廉价原料；其次，制造国必须心甘情愿的持续需要美元来进行结算和储备；再次，美国的资本市场必须继续被全球投资者视作世界上最安全的财富停泊地。最后，美国自己本身也必须拥有足够强大的制度可信度、领先全球的科技研发能力、深厚的财政承受力以及庞大的内需吸纳能力。这4个环节环环相扣，
一旦其中任意一个环节开始出现哪怕一丝的松动，维持整个美元体系运转的成本就会以几何级数迅速上升。所以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我们可以把观察的视角从遥远的华尔街慢慢放回到我们国内，放回到我们这些在这个时代努力打拼的普通人身上了。因为这套陈旧体系目前所暴露出的种种问题，正在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的自动的浮现出它必然的答案。对于站在这片土地上的我们普通人来说，石油、天然气、铁矿石这些各类基础原材料，从来就不只是华尔街那些西装革履的投行精英们资产负债表上冷冰冰的一个会计科目，而是一种最基础、最底层的国家生存资料。在未来的竞争中，谁能够稳定、安全地拿到这一切？谁能够把黑乎乎的石油进一步转化变成驱动城市的电能，变成无处不在的化工材料，变成庞大的物流运输能力，变成支撑现代文明的工业原料？谁才真正拥有了面向未来，不被任何人卡脖子的能力？而楚楚想告诉大家的是，这样深刻的底层结构变化并不只是单单发生在中国，而是随着“一带一路”伟大倡议的深入推动，正在全球广袤的土地上遍地开花。在这个过程中，最先发生实质性变化的，就是那些资源国手中巨额财富盈余的最终归宿。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东的海湾国家之所以能够成为石油美元体系中极其关键、不可或缺的一环，就是因为他们习惯性的把卖石油赚来的堆积如山的财富盈余重新买成了美国国债，停泊到了美元金融体系的池子里。但是，请大家注意，现在这一点正在发生根本性的逆转。我们以中东的带头大哥沙特阿拉伯为例，数据显示，沙特的经常账户已经从2023年占 GDP 2.9% 的巨额顺差，惊人的转为了2024年占 GDP 0.5% 的赤字。大家可能觉得奇怪，沙特这么赚钱的国家怎么会有赤字呢？而且这一赤字越来越多的开始依赖外部的借款，以及减少在海外，尤其是美国的资产积累来进行融资弥补。造成这种现象的背后原因，并不是沙特卖不出油了，而是其国内正在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资本开支扩张。他们正在疯狂地建设科幻般的未来城，铺设现代化的基础设施，打造庞大的工业园区，完善物流网络和顶级的旅游设施。换句最通俗的话说，过去那些原本会非常自然、按部就班回流到美国金融市场去接盘美债的一部分石油美元盈余，如今越来越多的被截留了下来，留在了沙特本地，变成了钢筋水泥和未来产业。而在这个过程中，帮助沙特完成这些宏伟建设蓝图的，不再是美国的工程公司，正是基建狂魔中国。如果我们将目光放眼全球，大家会发现，这样的结构性变化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深远。原本由西方主导的全球制造业与资本品供给的绝对重心，正在发生着一场不可逆的结构性大转移。越来越多的资源大国和广大的新兴市场国家已经开始觉醒，他们开始在中国所提供的先进设备、丰厚融资、高效工程建设和完善数字基础设施的鼎力帮助下，大胆地尝试把宝贵的自然资源留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努力延长自己的工业产业链，摆脱过去那种只卖初级农矿产品的悲惨命运。楚楚给大家分享一份来自国际顶级投行高盛的最新研究报告。这份报告显示，在2024年，中国对那些传统发达经济体的出口占比已经大幅下降到了 42%， 这个数字远远低于2005年时 58% 的高位。而与此同时呢，中国对新兴市场的出口占比却强劲飙升到了 36%， 对更边缘的前沿市场出口占比升至了 8%， 而与“一带一路”相关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更是进一步攀升到了极具标志性意义的 47%。 这几个数据背后隐藏的信号可以说是震耳欲聋。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中国对外贸易的战略重心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苦哈哈的向欧美发达国家去卖鞋子、卖衬衫、卖廉价消费品，而是在向更加广阔、潜力无限的新兴世界成体系的输出我们强大的工业制造能力和成套装备。
同样值得大家高度注意的是，中国在电气设备和各类机械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已经占据了极其惊人的全球市场份额。大量公开的全球贸易数据和深度的产业研究都不约而同地显示，中国在电气设备领域的全球出口份额目前已经稳稳地处于30%上下的绝对高位，而在机械设备以及关键零部件的供给上，中国也已经占据了全球产业链中最核心、最重要的位置之一。反观曾经的工业霸主美国呢，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在这些被称作制造机器的重器领域，其市场份额和实际供给能力不仅已经明显弱于中国，甚至也落后于部分欧洲传统强国和东亚国家。这就带来了一个非常现实且残酷的局面。美国今天如果想要高呼制造业回流，想要重建本土工业，它甚至连建设工厂所需要的大量资本品、中间设备、重型机械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不得不依赖从外部进口。所以各位朋友，今天的美国实际上已经彻底丧失了过去那种能够高高在上的站在全球科研与制造的最顶端，从容不迫地完成全球工业体系利润分配的能力了。当实体层面的工业制造和供应链发生如此巨大的迁徙之后，接下来的金融层面的变化就变得水到渠成了。也就是说，全球资源出口这门大生意本身已经开始越来越刻意地去绕开美元这个曾经唯一的交易接口了。全世界的资源国、急需发展的制造业国家以及生机勃勃的新兴市场国家正在齐心协力，一点一点地为自己建立一个全新的通道。在这个新通道里，大家做生意不必凡事都先兑换成美元，不必让所有的交易数据都流经纽约的服务器，更不必让赚来的辛苦钱最后被迫回到美国的资产池里去吃那点微薄的利息。在这个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最值得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感到骄傲和关注的，就是中国近年来在跨境支付结算体系与人民币国际化上的实际扩张。权威的《金融时报》援引了中国人民银行和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CPS 的官方数据指出，在过去的5年时间里，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频率出现了爆发式的明显上升。楚来给大家报2个数据，大家感受一下这种增长的速度。CPS 按金额计算的季度交易规模已经从2016年初那会儿不足1万亿元人民币，如同坐火箭一般的上升到了2024年大约45万亿元人民币左右的惊人规模。如果按交易的笔数来计算，更是从当初的不足1亿笔疯狂增长到了超过20亿笔附近。与此同时，在支撑国家经济命脉的中国货物贸易结算中，人民币所占的比重也在持续稳步的抬升。在2024年前后，这个比例已经逼近了30%的大关。这就清楚地表明，人民币凭借着中国自身庞大的实体贸易网络以及中国优势产业不断向外溢出的强大支撑，正在国际金融版图上硬生生地切出了一块越来越大的结算生存空间。大家回想一下，过去那些可怜的资源国必须先把自己挖出来的矿产、抽出来的原油卖掉，换成美元，然后再低声下气地拿着美元去西方国家购买高价的工业品。为什么？因为美元在那个时代不仅是唯一的全球定价货币，更是整个世界贸易和金融系统里唯一的一条高速公路。你想过路就必须交买路钱。而现在中国正在踏踏实实做的事情，就等于是紧挨着这条旧的美元高速公路旁边，凭借着强大的基建能力和工业实力，一点一点地修出属于我们自己的新匝道、新服务区和收费更加合理的新的收费站。所以大家只要多留意国际新闻，就会发现，如今越来越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之间的合作关系，早已经超越了那种极其原始低级的我出口原料，你进口成品的简单买卖关系了。除了海量的货物贸易本身在迅猛增长之外，中国庞大银行业的海外分支机构也在全球范围内积极扩张，而这种金融触角的延伸，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中国出海企业与东道国之间的融资环境和信息结构。这里有一项基于2013年至2023年这10年间覆盖了全球136个东道国，深入调研了1035家中国企业样本的严谨学术研究显示，中国各大银行海外分支机构在当地的存在，
能够同时通过降低企业贷款的信贷摩擦，以及有效缓解跨国投资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极大地提高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功率和效率。尤其是对于那些平时在国内融资受限的中小企业，以及那些规模宏大的一带一路重点项目，这种金融支持的效果更为显著，简直是雪中送炭。换句大家都听得懂的话来说，就是在过去，哪怕许多拥有丰富资源的国家，心里非常迫切地愿意和中国开展更深层次的工业产业合作，但是往往会卡在没有钱融资难、不了解情况、信息闭塞以及繁琐的西方制度壁垒上，导致很多好项目胎死腹中。但是现在，伴随着中资银行的落地、跨境支付系统的打通、清算机制的建立以及贷后监控等一系列看似极其枯燥、不够宏大但却至关重要的金融基础设施的完善，正在让这种跨国产业合作从图纸上的可以想象变成了大地上的可以落地。这背后蕴含的意义是颠覆性的，它意味着过去由美元一家独霸、独占鳌头的那种交易、融资、投资、回流的一体化金融通道，在今天终于开始面临着一个虽然体量上暂时还不对称，但其内部功能已经越来越完整、越来越强悍的替代性网络的强力挑战。而大家要知道，一旦这种独立于美元之外的替代性网络彻底成型，它所改写和颠覆的将绝对不再仅仅是做生意时发票上写哪种货币这么简单，它从根本上改写的是那些广大的资源国在全球政治经济版图中的国家命运和位置本身。因为对于一个长期被西方跨国资本死死锁在产业链最底端，只能靠出口初级原料为生、受尽盘剥的国家而言，最关键、最能改变国家命运的，从来都不是那张出口发票上印着的是华盛顿的头像，还是人民币的符号，而是他能不能真真正正地拿着自己卖掉祖宗留下的资源赚来的血汗钱，在自己的国土上多修筑一条能够贯通南北的现代化铁路，多建设一座能够照亮千家万户的巨型发电厂，多上马一个能够提升矿产附加值的冶炼项目，多做哪怕一层深度的石油炼化，多延长哪怕一小段的高附加值产业链。如果面对这些关乎国计民生的问题，答案仍然是否定的，那么哪怕这个国家今天非常硬气地宣布，我要用别的货币来结算几艘邮轮的原油，那也不过是在坚不可摧的石油美元体系的坚硬外壳上留下了一道微不足道的划痕而已，根本伤不到它的筋骨。但是同志们，如果答案开始变成了肯定，如果这些国家真的凭借着新网络建立起了自己的工业，那么即便它在短时间内还没有完全彻底的摆脱美元结算，它也已经在美元体系的内部，在旧秩序的腹地悄无声息地长出了一块坚实有力且不再完全服从于西方旧秩序的强健肌肉，这才是最让华尔街感到胆寒的地方。与此同时，当我们把透视镜转回美国本身，我们会发现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超级大国正在不可抑制的越来越多地暴露出自己内生的致命风险，而且这种风险不仅仅像大家看到的脱轨的火车那样出现在它破败的制造业上，更是深深地潜伏在它一直引以为傲的资本市场的最深处。前面楚楚给大家讲过，美国在过去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确实拥有着一种简直如同开了外挂一般，别的国家连想都不敢想的能力。它可以一边毫无节制地通过巨大的贸易逆差向全世界倾泻美元纸币，买空全世界的优质商品，另一边却又通过其高度发达、极其复杂的金融收割渠道，在全世界的资本市场上赚回比它付出的美元还要高得多的丰厚收益。也就是说，尽管美国在实打实的货物贸易上年年亏损、赤字连连，但是由于它在海外投资的资产收益率长期稳定的高于他欠别人钱需要支付的负债成本，所以他越是欠钱，他的净债务反而越能持续的给他带来正向的净利润。这就是金融学界令人叹为观止的所谓黄金债务模式。楚楚带大家把这个如同魔术一般的过程，像切洋葱一样一层一层的拆开来看，大家就会发现它其实大致经历了起承转合的4个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1977年到1988年这段时间，
当时美国总体上仍然保持着全球债权国的高贵身份。虽然在这10几年里，美国因为产业转移，货物贸易逆差已经累计达到了8475.7亿美元的庞大数字，但是它强大的金融渠道却异常生猛地提供了高达7885.1亿美元的投资收益顺差，两者一抵消，所以美国的净债务仅只增加了微不足道的约590.6亿美元。接着是第二个阶段，从1989年到2002年，在这个阶段，美国正式由债权国跌落，转变为一个净债务国，但是其金融体系依然极其能打，凭借着金融市场赚来的4691.7亿美元的净收益，依然顽强地抵消了那部分高达29010.1亿美元的庞大贸易逆差中的一小部分。然后我们迎来了第三个阶段，也就是2003年到2007年。这几年可以说是美元过度特权最疯狂、最肆无忌惮的狂欢期。在这期间，美国的贸易逆差如同脱缰的野马，高达35081.7亿美元。但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美国同时却通过其翻云覆雨的金融操作渠道，在全球获得了惊人的46397亿美元的对外投资收益。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美国虽然疯狂买，欠下了巨额贸易债，但它的对外净债务规模不仅没有增加，反而下降了。正是在这几年里，美国将这套玩法玩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它一边向全世界兜售那些利息极低所谓的安全资产，也就是美国国债，一边拿着骗来的钱向全球疯狂配置那些能够产生暴利的更高收益的风险资产。可是好景不长，2008年那场席卷全球的次贷危机爆发了。从2008年以后，事情开始发生了根本性的、不可逆转的恶化，这也就是我们说的第四个阶段。从2008年一直到2024年，美国的国际投资头寸净额迅速恶化到了惨不忍睹的-265394.7亿美元。它的对外净债务激增了252606.4亿美元。更要命的是，造成这种断崖式恶化的原因，贸易渠道与金融渠道几乎各占了一半的责任。也就是说，美国现在面临的困境，不再仅仅是被实体经济中造不出东西的贸易逆差所拖累，连它最引以为傲、最核心竞争力的金融投资收益本身也开始大幅度缩水，远远不够填补债务的窟窿了。如果大家觉得上面这些绝对数值太庞大，难以直观感受，那么这种深刻的变化，在收益率和成本端这两个老百姓最熟悉的利息指标上，大家就能看得更加清楚透彻了。在1977到1988年的时候，美国在海外投资的对外资产收益率高达 14.1%， 而他欠别人钱的对外负债成本只有 9.4%， 中间有巨大的利差可以吃。到了1989到2002年，虽然赚钱能力下降，资产收益率降到了 6.1%， 但依然高于 4.7% 的负债成本，它还是能赚。而到了最疯狂的2003到2007年，美国对外资产收益率竟然飙升到了 15.7%， 远超 6.6% 的负债成本，其净负债成本甚至扩大到了惊人的负 42.9%。 这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美国每欠下1美元的净债务，不仅不用付利息，反而能给美国凭空带来接近 0.43 美元的净利润。大家说这恐不恐怖？这就是美元特权下黄金债务最极致、最吸血的完美形态。但是请大家瞪大眼睛看清楚，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这个曾经让美国躺着数钱的结构彻底反过来了。在这之后，因为疯狂的量化宽松和后来的暴力加息，美国的对外负债成本直线上升到了 5.9%， 而它在海外投资的对外资产收益率却疲软不堪，反而只有可怜的 4.9% 了。它的净债务成本历史性的由负转正达到了 8.7%。 换句大白话说，过去的美国借钱是赚钱，而现在的美国开始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痛苦的付息阶段，它必须得自掏腰包为自己庞大的债务支付高昂的真实利息了。同志们，请千万不要小看利息倒挂这件看似简单的账面变化，这件事儿对于全球宏观格局的演变极其重要。
因为它在底层逻辑上意味着过去美国那种我虽然欠着全世界的钱，但我还能凭借金融霸权从全世界身上疯狂吸血赚钱的优雅与从容，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慢慢消失殆尽。不可否认，石油美元长期积累下来的过度特权确实有着强大的惯性，并没有在一夜之间一下子彻底崩塌，但是它最核心的底层收益结构已经开始发生了腐烂性的恶化。现在的美国虽然仍然可以继续无底线的印钞发债，仍然可以利用霸权吸收全球储蓄，仍然勉强拥有全球最强的所谓安全资产供给能力，但是他想要继续强行维持这套剥削体系顺利运转的资金成本和信用成本，已经明显比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都要高得太多太多了。于是大家稍微结合一下最近每天的新闻，就会发现一个极其有意思，甚至带有几分黑色幽默的现象。今天的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吃相越来越难看，它在军事威慑上，在滥加关税上，在单边经济制裁上，在毫无底线的金融胁迫上出手越来越频繁，越来越不加掩饰。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的钱袋子憋了，因为他的底气虚了，因为他已经彻底失去了过去那种仅仅单靠着华尔街金融产品的致命吸引力，美国制度曾经的虚假可信度以及极其庞大的市场深度就能稳坐钓鱼台，轻松维持全球秩序的从容与优雅了。这就好比一个原本靠放高利贷就能过得极其奢华的地主，现在发现别人不借他的钱了，自己投资也亏本了，于是只能撕下伪善的面具，开始亲自动手去别人家里抢东西了。而且让白宫的决策者们感到更麻烦、更头疼的是，以上所有这些外部的恶化还无情地叠加在美国自身内部越来越沉重的财政与贸易双赤字的火药桶之上。华尔街的市场研究机构目前普遍悲观地预计，到了2026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与国家层面的经常账户赤字相加合计，将达到占美国 GDP 总量 11% 至 12% 左右的恐怖水平。大家仔细品一品这个画面，美国在今天既要拼尽全力去维持全球最深的资本市场不崩盘，保证最强的安全资产供给不暴雷，维持自身最大的内需市场运转，同时他又喊出了宏大的口号，要去推动耗资巨大的本土再工业化。不仅如此，他还要焦头烂额地去应对因为高昂利率带来的越来越天价的国债利息支出，要花真金白银去维持对各个盟国口惠而实不至的安全承诺，甚至他还要强行多线作战，试图在中东的沙漠、欧洲的平原和印太的广阔大洋上同时施加其霸权影响。在他最核心的底层动力，黄金债务的吸金魔法已经开始严重褪色，甚至反噬的情况下，这套极其沉重的帝国负担是绝对不可能依靠几句漂亮的竞选口号就会自动减轻的。恰恰相反，为了维持这个摇摇欲坠的庞大帝国，美国反而会陷入一种病态的依赖，它会越来越饥渴的需要来自外部的资金输血，需要外部国家的盲目信任，以及需要那些拥有巨大贸易顺差的国家继续无条件的配合它、供养它。但历史的转折点往往就在这里显现。现在的时代变了，当海湾国家庞大的主权资本不再像过去几十年那样闭着眼睛自然而然的全部回流去接盘美债时，当广大的资源大国和充满活力的新兴市场开始在东方大国那里找到了能够真正实现工业化梦想的新的产业赋能与公平的金融接口时，当中国正以不可阻挡的势头不断提升自己在高端资本品、精密制造设备、宏大工程建设以及高效安全的支付结算体系上的国际外溢能力时，美国再想用过去那种空手套白狼的方式去轻松愉快地维持那套吸血的旧秩序，就会感到越来越吃力，甚至力不从心了。经济学里有一句话说得很透彻，美元霸权最强最稳固的时候，是因为全世界为了发展在客观上离不开它制定的规则，而当美元霸权开始被反噬，开始走向衰落的时候，则是因为美国它自己本身已经堕落到了离不开全世界继续对它进行无条件的迁就和供养了。于是在极度焦虑和无能狂怒之下，今日的美国不仅没有反思自己的结构性癌的疾，反而选择了最任性、最破坏规
则的流氓方式去应对危机，也就是动辄去用霸权胁迫委内瑞拉，去荒唐的要求买下格陵兰岛的主权。再到今天，甚至在舆论和军事层面去不断试探，去叫嚣攻打伊朗。很多人在观察和理解中东局势，特别是理解这场可能爆发的冲突时，思维仍然极其局限地停留在最直观、最表层的所谓能源安全层面上。大家通常的逻辑是这样的：霍尔木兹海峡很重要，因为全球大量的石油从这里经过，所以中东的石油很重要，它是工业的血液。而伊朗卡在海峡边上，则是这盘棋局里最关键的变量。于是得出结论，美国如果能用强大的军事机器控制住伊朗，就能继续牢牢掌控世界能源的命脉，那么建立在能源之上的石油美元体系自然也就高枕无忧了。可是同志们，这种线性思维的逻辑存在一个极其致命的盲区。霍尔木兹海峡在地缘上的重要性，恰恰从反面深刻地说明了一个真理：石油美元这样一个极其复杂的全球金融霸权体系，是绝对不可能仅只靠派几艘军舰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就能长期维持下去的。原因很简单，也是非常残酷的现实。航空母舰和驱逐舰去巡逻海峡，顶多只能靠武力保证原油货轮的物理流动安全，却根本无法保证那些卖油赚来的巨额资本能够心甘情愿地回流到华尔街。导弹和军舰只能保障海上航运不被袭扰，却永远不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自动创造出长期稳定的国家信用和信任。战机的狂轰滥炸或许可以在短期内让弱小的对手感到震慑和恐惧，但它绝对不可能让全世界的投资者、全世界的央行继续像过去几十年那样，把整个国家辛苦积累的储蓄心甘情愿、毫无防备地停泊在一个随时可能冻结你资产的美国资本市场之中。对于一个真正想要长治久安、稳固运行的全球主导秩序而言，最理想、最高级的统治状态从来都不是那种气急败坏的我必须频繁地开火、疯狂地挥舞制裁大棒才能提醒你们所有人服从我，而是那种真正的王道精神，即我不需要开火，不需要威胁。别人经过理性的计算，也会发自内心地认为，把财富留在我的体系里是最安全、最能增值的。其实客观地讲，美国在过去那风光无限的几十年里，它所拥有的真正优势，恰恰正是这种基于信任的后者。大家要明白，美国它当年并不是靠着每天在全世界不断发动战争，才逼着全世界的央行把美元作为外汇储备的。它是靠着华尔街资本市场深不见底的容量，靠着它曾经相对透明和极具预测性的法律制度，靠着美元资产举世无双的极高流动性，靠着它引领人类前沿的产业创新和科技优势，以及最关键的，靠着它对全球庞大贸易顺差强大的吸纳和消化能力，才使得美元资产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全世界财富本能的首选的停泊地。然而令人唏嘘的是，到了今天，这个曾经令无数投资者感到信赖甚至顶礼膜拜的全球金融体系，却正在本末倒置。它正在越来越多地把原本应该通过金融创新、贸易谈判和公平的外汇储备安排来解决的经济问题，粗暴地丢给了冷血的军工复合体去用炮弹来回答。楚楚请大家深思，美国的这种战略退化对这个世界意味着什么？对于那些手握资源的国家来说，这意味着你必须彻底抛弃幻想，开始更加严肃、更加认真地去思考，自己国家用不可再生的资源换来的国民财富，究竟还要不要继续傻傻地沉淀在一个随时可能制裁你的国家的账本上？自己国家的能源出口命脉是否还应该继续被死死地锁定在一种由别人随意印钞的单一美元定价、清算和融资链条之上？对于像中国、德国这样依靠实体制造立国的制造业大国来说，这意味着你必须更加深刻、更加认真地去思考，自己国家辛苦建立起来的全球产业链是否还应该继续高度依赖一个随时可能以国家安全为由，把自由贸易的物流通道、SWIFT 支付网络和赤裸裸的地缘冲突无底线绑在一起的流氓秩序。而对于广大渴望摆脱贫困、走向振兴的新兴市场国家而言，这更意味着你必须无比清醒，更加认真地去思考，
自己国家未来发展急需的基础融资，产业升级急需的先进设备来源，拥抱未来的前沿技术接口，以及关乎国家命脉的底层数字基础设施，是否应该尽最大努力去实现多元化配置，而绝对不能再把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全部孤注一掷地压在那个越来越不讲武德的旧秩序的所谓善意之上。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讽刺。美国如果越是焦躁地不断把石油美元的金融体系和它强大的军事威慑机器强行绑得更紧，它在表面上看似是在秀肌肉，强化体系的威严，但实际上它却是在极其愚蠢地逼迫着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去严肃地思考如何对美国进行去风险化和去脆弱化。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海湾的土豪国家会越来越清醒地倾向于把巨额资本留在本地搞基建和产业升级。俄罗斯这种能源大户会更加拼命地努力压缩甚至彻底切断对旧有美元金融通道的依赖。伊朗、土耳其、中亚的内陆国、广袤的非洲大陆以及远在美洲后院的拉美国家会发自内心的更愿意敞开怀抱去接受来自中国的高性价比设备、高质量的工程建设、高效的银行融资和极其便捷的人民币支付体系支持。而在这个顺应历史潮流的过程中，中国也会更加水到渠成，顺理成章地把我们互利共赢的贸易网络、强大的工业资本品生产能力以及越来越被认可的人民币结算空间继续向外广阔延伸。所以，朋友们，当我们看透了这一切底层的宏观逻辑之后，我们就会豁然开朗。石油美元真正谢幕的黄昏，绝对不是像好莱坞大片里演的那样，是一轮落日的余晖凄美地映照在火光潋滟、战舰密布的霍尔木兹海峡上。它真正的谢幕是发生在每一个因为觉醒而保持沉默的企业家、深谋远虑的政治家和千千万万普通民众的窗前，发生在我们改变心智的那一刻。真正能够塑造这个世界未来格局的伟大力量，从来就不在华盛顿那个充满算计的白宫战情室里，也不在波斯湾上那些看似不可一世的航母舰队的阴影之中，而是蕴藏在那些正夜以继日默默建设的沉默工地上。它在沙特阿拉伯那座耗资万亿的未来城里，正在一点点凝固的巨大钢架之间。它在印尼雅加达风驰电掣的雅万高铁的每一条轨道接缝处，它在伊朗一望无际的石化园区里，那刚刚拔地而起的新建反应塔旁，它甚至就在每一个刚刚被中国企业承建的特高压电网首次点亮夜空的东南亚偏远村庄里。在这些真正代表着人类发展与希望的地方，没有炸弹爆炸的血腥轰鸣，只有滚滚混凝土凝固时充满力量的静默，只有机器齿轮完美咬合时那象征着工业文明的轻响，只有强大的电流第一次击穿灯丝带来光明时的那一声声微弱的滋滋声。也许在当今这个依然被西方媒体把持的喧嚣世界里，这些来自建设者的声音显得太过于轻微，轻微到很容易就被美军战机的狂暴咆哮所轻易掩盖。但是请大家相信，这些声音汇聚起来的磅礴力量也绝对能够沉重到足以彻底压弯一个旧时代吸血金融帝国的最后辉煌。大家要知道，一个庞大帝国的黄昏总是显得无比漫长而又回光返照般的绚烂。在这期间，不可避免的会充满了各种耀武扬威的军事行动与气急败坏的金融胁迫。但是历史的车轮浩浩荡荡，一旦属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新工业的黎明真正破晓，这种向上的趋势便绝对不可逆转。当这个星球上越来越多的资源国第一次真正触摸到了现代化工业的门槛，当他们惊喜地发现自己终于不必再像过去那样可怜巴巴地用矿泉水瓶去盛装那决定国家命运的粉色原油，当他们终于学会了挺直腰板，用自己的本国货币，用自己的自然资源，用自己看得见摸得着的未来真实产能，而不是用受制于人的过去债务来公平地结算今日的全球交易时，那一刻，那个仅仅只能依靠昂贵的航母战斗群和无休止的滥发钞票量化宽松去艰难丑陋地统治全世界的最后时代，就已经被历史的车轮轻易地碾过并结束了。它甚至不会留下一声悲壮的回响，便会像一艘千疮百孔的破船沉沉地坠入历史的大海深处。
如果你认同楚楚今天的深度分析，请大家不要吝啬你们的手指，给楚楚点个赞，并点击订阅关注楚楚的频道。你们的每一次互动，每一次点赞，都是楚楚在这个喧嚣的网络世界里坚持做硬核、深度宏观震惊内容的最大动力。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